你看了很多阅读技巧，你看了很多阅读技巧，也听老师讲了很多解题方法。也听老师讲了很多解题方法。听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都明白了。听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都明白了。可是打开模拟题以后，你还是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答案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，请记得打开字幕。这会让你的学习中文效率提高很多。今天我们学习一句很适合备考时使用的中国谚语。百闻不如一见。我们先看这句话。百不是正好100次。它表示次数很多。闻在这里是听说。见是亲眼看见。也可以表示亲自了解和体验。所以百闻不如一见的意思是，听别人说很多次，也不如自己亲自去看去做。这句谚语不是说听老师讲解没有用。老师的讲解可以告诉你方向。但是只有亲自做题，你才会发现自己真正的问题。你可能不认识关键词，也可能看懂了文章，却没有看清题目问什么。这些问题只有开始做题以后才会出现。马克下班后一直在准备 HSK 考试。最近他看了很多阅读技巧，却很少真正做题。线上学习时，朋友小明问：你今天练习了吗？马克摇头。我想先把方法学完。小明说：先一起做一篇吧。做到第3题，马克发现2个答案都像对的。怎么选都不确定。小明提醒他，先看清题目问的是主要内容还是细节。马克重新读题。马上发现自己只顾着找相同的词。没有理解问题。他笑着说：原来听懂方法不等于会做题。小明点头说：百闻不如一见。方法要听，题也要亲自做。马克在本子上写下。先做题，再找问题。这一次，
他终于知道该怎么复习了。这一次，他终于知道该怎么复习了。第一种场景，你看完了阅读讲解。第一种场景，你看完了阅读讲解。你可以提醒自己，你可以提醒自己，方法我已经听懂了，方法我已经听懂了，但是百闻不如一见。但是百闻不如一见。我现在要亲自做一篇。我现在要亲自做一篇。第二种场景，同学只想听讲解。第二种场景，同学只想听讲解。你可以委婉地说，你可以委婉地说，听讲解当然有帮助，听讲解当然有帮助，不过百闻不如一见。不过百闻不如一见。我们做几道题试试看吧。我们做几道题试试看吧。第三种场景，朋友向你介绍一个地方。第三种场景，朋友向你介绍一个地方。他说那里特别漂亮。他说那里特别漂亮。你可以说，你可以说，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更想去了。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更想去了。百闻不如一见。百闻不如一见。有机会我一定亲自去看看。有机会我一定亲自去看看。中国人在提出不同意见时，中国人在提出不同意见时，常常不会直接说，常常不会直接说，你说的没有用，你说的没有用，而会先表示理解，而会先表示理解，再用不过说出自己的想法。再用不过说出自己的想法。比如听讲解当然有帮助，听讲解当然有帮助，不过百闻不如一见。不过百闻不如一见。这样听起来更自然，也更委婉。这样听起来更自然，也更委婉。亲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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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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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技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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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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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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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要亲自做一篇阅读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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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通过实践，我们能学到很多知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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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机会，我一定亲自去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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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，我们来跟读。现在，我们来跟读。第一遍，慢慢读。第一遍，慢慢读。百闻不如一见。百闻不如一见。第二遍，自然的读。第二遍，自然的读。百闻不如一见。百闻不如一见。第三遍，带着恍然大悟的感觉读。第三遍，带着恍然大悟的感觉读。百闻不如一见。百闻不如一见。今天我们学了。今天我们学了。百闻不如一见。百闻不如一见。准备 HSK 阅读时。准备 HSK 阅读时。听讲解可以帮助你找到方向。听讲解可以帮助你找到方向。但是只有亲自做题。但是只有亲自做题，你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问题。你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问题。不要等所有方法都学完。不要等所有方法都学完才开始练习。才开始练习。先做一篇，先做一篇，再根据错误调整方法。再根据错误调整方法。这样，听到的技巧，这样
听到的技巧，才能真正变成你的能力。才能真正变成你的能力。你觉得 HSK 阅读复习，你觉得 HSK 阅读复习，做题和听讲解，哪个更有效？做题和听讲解，哪个更有效？听懂方法以后，别忘了亲自试一试。听懂方法以后，别忘了亲自试一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